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人民日报点名王一博，从全网质疑到汪涵红了眼，世界为何集体惊叹？8月12日国际青年日这天，人民日报官微一条带青年力量话题的推文，让全网再次聚焦王一博没有华丽辞藻，只引用了他一句带着喘息的话。疼是真的，但停了就真的输了。配图里他满身泥污攀在峭壁上，指尖缠着渗血的绷带。这条推文转发量破100万的同时，汪涵在朋友圈发的那句这孩子把劲儿都用在了暗处，也被网友翻出来反复品味。没人想到，这个曾因不善言辞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年轻人，会用这样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，让恩人汪涵红了眼眶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青年藏在流量光环下的硬骨头。时间拉回2023年，一场关于偶像是否需要深度的讨论将王一博推到舆论中心。彼时他在某活动上被问及角色理解，几句简单回应被放大成文化短板的佐证。就在全网争论不休时，汪涵在一次私下采访中淡淡提了句，他不是不会说，是更愿意做。这话当时没掀起波澜，直到今年春天，向言而生纪录片团队公布拍摄花絮，人们才懂汪涵为何如此笃定。为了给国际青年日献礼，王一博主动接下了这部聚焦极限运动与青年精神的纪录片。团队最初选的攀岩路线难度适中，他却坚持挑战阳朔那面被称为猴子头的110米岩壁，那里连专业攀岩者都要提前半年准备，而他是零基础。拍摄期间的花絮里，有太多让人揪心的瞬间。第一次尝试时，他在70米处脱手坠落，安全绳拽得他肋骨疼了3天。为了找最佳拍摄角度，他在暴雨中悬在岩壁上4小时。镜头扫过他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却只听到一句再拍一条，教练劝他用护具。他摇头说真实的疼才对得起年轻人该有的样子。这些暗处的劲儿，汪涵其实看了10年。2016年，王一博以天天小兄弟身份初登天天向上，话少到被调侃人形立牌，是汪涵总在间隙地话一博刚练完摩托车，给大家讲讲头盔知识。后来他因舞蹈出圈，汪涵特意在节目里留足10分钟让他展示。2023年争议最凶时，汪涵在后台塞给他一本岩壁上的精灵，扉页写着沉默的攀登者，比喧嚣的观望者更接近天空。如今看到纪录片里那个在岩壁上嘶吼着向上的身影，汪涵在点映礼上没忍住哽咽，我总说他像岩羊，看着安静，脚底下从不停。向言而生上映后，海外反响比国内更出人意料。Discovery 频道买下版权后，评论区被中国青年 Respect 刷屏，有外国网友翻出他早年练武摸破的鞋底，赛摩托车时摔出的伤疤，感慨这不是一夜爆红，是10年磨一剑。而人民日报的点评精准戳中核心，当流量开始追逐深度，当偶像选择直面硬骨头，这样的青年力量值得被看见。片中最动人的不是登顶瞬间，而是他在岩壁中断体力不支时的独白。以前怕别人说我不行，现在才懂，怕自己认怂才最丢人。这句话像面镜子，照出太多人的挣扎。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目光，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和自己较劲。如今再看王一博，从舞台上的闪光少年到峭壁上的攀登者，他没解释过争议，只用行动给了答案。就像汪涵说的，刮目相看从来不是因为他站得多高，而是他摔了多少次，还在往上走。当国际青年日的钟声敲响，那面被他征服的岩壁上，仿佛还留着一个中国青年最倔强的印记。原来流量褪去后，真的能长出坚硬的骨头。